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今天是2025年9月12号。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开始，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30分钟。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你们关心的个股，请确认一下这个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了。那么不出意外，秦朋友今天又是准时来到了直播间，还有丽丽朋友，你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先看2分钟时间说一下指数，变化不大，标普还在小步慢爬。我们看一下裸 K， 还在每天的这个一点点的往上爬，对吧？这种状态是最好的，慢涨是最好的。那么在结构上的话，现在是一个中枢，日线上有一个中枢，然后有2个小的2小时中枢，所以说现在我们关注重点就是针对第2个小中枢有没有出现3买或者3卖，或者拉回来，对吧？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还要关注的就是这笔的延伸度，这笔只有结束它才可能掉头，所以说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一笔什么时候结束，看一下1小时上这里有过一次回落，这里也有回落，但是不够一笔，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也有过一次，所以说1小时上有五段了，1、2、3、4、5，1小时上已经小5浪了。那么但是它这个 MACD 表达的还可以，看到没有？还在最上面，每次都是空中加油上去，所以说这个5如果说回落的很弱的话，那么还可以6和7，甚至8和9，那么就看它能不能够磨蹭到这个美联储应该下周3有这个利率决议，具体时间是3还是4，就是周3还是周4，可以回头查一下。但是在利率决之前，你想那暴跌的话或快跌的话，现在看不到事件驱动。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标普。来看大家提问的问题，先看一下 TSM。这个台积电的话，新高又新高吧，反正它就是一个代工嘛，就是生产这个给这些AI 的公司生产这些芯片，就跟这个鸿海给苹果生产手机一样，对吧？但是呢，它又不可替代，你想哪些能替代它？现在还找不到，所以说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地缘政治，这个非常不好说。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在美国也建厂了，但是不知道现在的美国的厂子的这个进度。我们看一下图形上，月线上三段，这里有过回落，但是不够一笔，还是一笔延伸。周线上，但是它这个延伸呢，是出现过一个小的变化。我们看这里是有过一次3买的，就是针对第2个中枢有3买，相当于这个就结束了，然后它又拉回来了。那么其实它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周期呢？是处于一个日线跟周线就是说应该是周线以上或周线左右的一个周期。你现在按照周线上的一笔，但是这里已经出过3买了，而且这笔还拉回来了，所以说所以这一段是可以当成一笔用的，或者说当成比周线那一笔稍微小一点的级别。但是呢，前面这里是一笔，然后这里是回落的一笔，这里是新生长的一笔，所以需要这么看，就是因为这里出现了3买，造成了它现在是一个2个走势类型的连接，那么现在是走第3段，这就是为什么出现3买和3卖之后有这个变化。那么就看它这个新的变化，这里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在本周期上是不够一笔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就看一下最后这段它的生长。我们把其他的清一下。这个日线上这里有过，也是4月9号那天破坏的这个结构，但是我们不管它。我们看这里217.43、227.6，这个回落也不够一笔。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走势生长的非常强，直到这里才出现过一次有效的回落，然后就到这里了，就是一个日线上走了一个5浪。如果说这段不算的话，那就走了一个3浪，它每个走的非常碎，也有很多小的跳空缺口，因为毕竟台积电它的主要交易市场是在台湾嘛，那么这个有很多跳空缺口，那么你可以看它这个大一点周期也好，就是没有跳空缺口，但是在日线上的话，就是看已经有1、2、3、4、5，或者说1、2、3，那你就要关注是不是有盘整背驰了，就是有3段之后，你就要判断最后这段是不是要背驰。那么在这个它的内部，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也是3段，明显没背驰嘛，就是在更小的周期里面，它是没有背驰的，它可以来一个4和5才结束这一段。所以说，有的话可以继续拿一拿，那么也可以减一点，因为它已经我们说过，简单的看它次级别有没有中枢，比如说它次级别这个里面5分钟上肯定是有中枢的，对吧？你现在卖一点，然后等待它小周期上有一个小的回落，再买回来也可以，但是就看你的那个交易的想不想做那么细了，对吧？如果说你不想做很小的周期的话，盯盘也很麻烦的话，那就如果说你的利润已经很丰厚的话，在这里卖一点没有关系，回不回来都无所谓。上去的话我有底仓，回来的话我再买回来，就这就是一个精细度的一个问题了。好的，简单说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丽丽朋友问的 Netflix 最近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最近几天，之所以波动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叫什么，Oracle 的那个 CEO， 他不是最近这个股票大涨，变得非常有钱了嘛，然后他好像买了那个Paramount 的那个公司，可能想收购 HBO 吧，可能是。然后那么就会造成这个因为都是流媒体，都是在争夺流媒体，所以说对这个 Netflix 是形成了竞争的。那我们看一下 Netflix 的一个图形。Netflix 我看它的这个财报哦，这已经都出过了。我们之前大周期上，我们之前在月线上的时候，在这里是分析过。因为当时是突破了非常强力突破0.618的时候，就这个反弹突破0.618的时候，我们就说肯定是要突破前高的700。那么现在这种票，你说你要不拿得住的话，你吃得到这么高吗？吃不到，对不对？现在是月线上的一笔，看一下周线上，一个中枢，两个中枢，然后针对第二个中枢也出了300了。这个回落是周线上第二个小中枢的300，那么你要注意了，因为它是2个中枢的大周期上，2个中枢的一个趋势上，很容易出现这个3买转2卖的模型。那么现在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我们看一下价格，1267，啊，这个稍微高一点。就是1267这个位置，看看它能不能够出现，因为现在是一个潜在的周线的2卖，所以这个位置我建议你有的话可以减一点，毕竟如果说真的快速下来的话，那这个空间就大了去了，可能就直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就是跟刚才那个台积电很像，破掉这个3买之后拉回到中枢里面再上来，那这个空间太大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回落值，25%，对吧？所以说，或者说你把止损，或者说你跌破这个位置卖一点也可以，就跌破1144，因为这个位置你不卖的话，不应对的话，那就直接拉回到这儿来了，甚至是可能先到上沿，然后再到这个下沿。所以说1144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说快速跌破它的话，你要非常小心。所以我的建议是，现在就先减一点。我们看一下日线上。那么这个是最高点，现在已经日线上这个3段构成了周线上那一笔，虽然说第3段不够一笔，不够这个严格定义的一笔，只有4根，但是出了高点了，没有关系啊，你可以用那个4小时或更小的周期低归出来上来一笔，
这个也构成这个周线那一笔，所以没关系。然后你发现它这个跌的太快，这段尤其是昨天和今天这2天跌的太快了，那么有可能要踩一下120天，弹一下继续下。所以我的建议是，这个当时跌破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应该减仓。如果说你有的话，那么现在是没有进场做多的任何迹象的，所以说这个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如果说你发现它快速跌破这个位置的话，那就更要小心。比如说直接就杀到200天，可能是直接做反向。所以说这个票做多的话要相对谨慎一点。你要想买的话，我不建议你买。如果说你想搏的话，那就看它踩到这2个均线之后，做一个短线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底仓的话，我不建议现在进它，起码等了一个大周期的回落，对吧？也可以说3段背驰，你在这个位置进也可以，那也是周线上有一笔回落呀。它都涨了2个中枢，你现在想进，你不是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个高高的山岗上吗？所以说不划算，不划算。然后再看一下这个share里朋友问的 TTD 是这个券商是吧？美国的一个小券商，下跌趋势是不是快结束了？那么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周期的下跌趋势。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月线上的话是明显没结束。你看它月线上在这个做这个大周期的震荡是吧？那么如果说以这个最高点作为分割点的话，可以是这么一个结构，那就相当于这是一个二脉了，这就是月线的一个二脉，直接再这样走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是要91.45，然后看一下这一堆 K 线的内部，看一下，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做空的话，可以继续拿着。你看它这个下面的 MACD。看这个张口张了多大，看到没有？所以说，如果说真的都到那个0轴以下的话，那这个且跌呢。所以做多的话，这个大周期都没有变化，不要碰它。我们看一下周线上也在0轴以下，这个 MACD 都是，就是0轴嘛。禅师教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防狼术，0轴就是多空分水岭，这就是防狼术啊。多空分水岭。在0轴以上就是多头占优，多头强；在0轴以下就是空头占优，空头强。那么现在明显是一个空头趋势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用简单的 MACD 0轴来区分，你也能知道现在应该做多还是做空啊。你看它从0轴起来这段，看这个位置，再看后面这段，整个这段全在0轴以上，你任何的位置买都可以赚钱出来。一旦开始掉头的时候，基本上到了顶点了，就是离这个偏离值太高之后，它就会往下砸，就像那个往空中抛球嘛，你抛到一定位置没有动能了，那肯定要掉下来啊，一样的在股票里面。所以说，非常的这个做多没有任何的那个迹象。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笔。现在周线上这也是一日一笔了，我们看它的动能，这里肯定是有个小中枢，日线上或者说60分钟上肯定有一个小中枢，我们看一下日线上有没有，因为它这个周期还不太长，还不够，所以说在1小时上这里是有个中枢的，相当于一个3段了，对吧？日线上就只有也这个反弹也好像也够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最高点55.4 55.56哦，够了，那就是说日线上是有3段的。我们把这个日线上这个3段给它标出来。所以说你要想做的话，只能是做这笔反弹，就是这段要结束的话，你做一笔反弹，除非你是期待着直接这个非常强势的往上拉升，对吧？这是你可能想要的，但是可能市场往往走出这种来。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及时出来的话，它继续往下跌。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抓这一笔了，但是这种票现在股市里面这么多好票，为什么做它呢？对不对？主流是什么？跟主流 AI 相关的这些票，这么多 AI 相关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大家都不去关注它的，或者说在下面直接趴着的，我是不建议做这种非常偏门的，太难了。除非是你真了解这个，或者说有内幕消息啦，或者说怎样的，你可以做它。
但是对大部分的散户来讲，没必要碰这些冷门的。好的，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 MP， 还是这个稀土的，我忘了我们上次是怎么说的了，但是看一下它的结构，这个回落还不够一笔，对吧？现在这个周线上回落还不够一笔，然后为什么从那个位置看呢？是从这个起涨点 10.02 上来的。那么看一下裸 K， 现在2个月是有包含关系。看一下周线上 10.02， 那么它其实是3段，1、2、3，就这里看有没有4浪回撤，就是第4笔的回撤。现在只有，虽然说有4周，有5周，但是现在最后2周有包含关系，对吧？你需要再次打一个低点，就跌破 61.4 之后，这个周线的一笔回落才成。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日线上不够，反弹不够一笔，这也所以说它在1小时上是有结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1小时啊，其他都清掉，看一下这段的1小时上。我当时好像跟你说的建议是等它5分钟一个结束吧，还是怎么着？忘了当时怎么说了。那么1小时上，这里是稍微的有点乱，这个1小时上，对吧？那么这里有过一次上涨，下来上去，就说1小时的中枢在这里。然后呢，针对这个1小时的中枢，它还出现了这个反弹不够，这个反弹是够一笔，但是又被打掉了，所以说直接一笔打到这里，然后一次反弹再下来，再下来，所以说在这里做了第2个中枢，现在是有了2个中枢了，但是呢，还是没看到往上走的力度。这2个中枢高低点还有接触，高低点还有接触，就是说，等这个中枢结束，现在你能做的就是继续等，最好把这个低点再打掉，61.4跌破，然后拉回来。现在好就好在它现在在这儿看这样子是在这儿憋大招呢，在这蓄能呢，对吧？如果说能贴着0轴起来的话，能弹一次，弹一次，如果说被这个2个均线受阻的话，还是上不去，对吧？所以说，短线来看，这个的票没有明显的向上的动能，起不来，那么只能是在那里震，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公司也从他们那儿买这个稀土，但整体来讲，大的基本面肯定是向好的，毕竟美国的稀土公司也不多，对吧？他们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有回落肯定是做多的，但是你能不能够在非常接近买点的时候进入，这个就考功夫了，这就需要跟了，每天去跟踪的，每天做复盘去看它就好了。但是现在这个起码小周期还没有跌透。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MP， 然后再看这个 MRVL， 秦朋友问的这个也是，做芯片啦，做这个 AI 的。我发现，这个秦朋友应该是开窍了，就是问的票基本上都是市场上的比较火的，或者说跟 AI 相关的，这才对嘛。你一定要做市场的主流行业，就市场在关注什么你就做什么，而不是说你认为应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吧？所以说最简单的就是跟踪这个那个主要的板块，现在就是 AI 板块最火。虽然说它的集中度很高，但是并不影响，因为他们有这个有市场啊。大周期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出现过一次非常强烈的下跌，但是呢，跌破了这个位置，但是不够一笔。我们看这个季度上，这里是有过一个季度的3买，所以说现在就是2个方向都没选，要么再往上走，要么再往下来，就是要么回落勾一笔，要么继续上涨勾一笔。所以说这2个必须要有一个选方向，要么是再次突破127.48，就是这笔延伸，要么就是跌破这个47.09，就是下跌一笔延伸，对吧？那我们看一下更大的可能怎么选。那么月线上有过一次有效的，这里是
有效的一笔回落。那这里的话是其实递归的话可以当成一笔。那么这里其实可以有一个中枢，可以先把这个借用过来，这个中枢月线上这里有一个中枢。借用来过来还有好处就是，因为中枢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来判断现在强弱的力度。那么这里在这里震嘛，拉回来。那么现在它没有选，现在这个 MACD 的话，现在是往下张口张的有点大，对吧？现在如果即使上去的话，如果说你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位置，如果说弹一下起不来的话，可能还要再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更小周期上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信号。那么在周线上的话，也是，这里是我们之前画的一个周线的大中枢，跟刚才我们在月线上画那个差不多，对吧？所以说现在是已经月线回来了，你把这个周线的中枢给它中轨加上。现在还在这个中轨之上，对吧？这里如果说能够弹一下的话，对吧？现在已经出现，如果说这里能够空中加油起来一次，那你就要注意了，那就这是三段了，这三段可能就构成月线上那笔反弹。所以说，如果说不能够非常强的往上走的话，只要不突破这个位置，都是三段构成反向的。你也可以做它，就日线上可以现在已经有出现底分型了，可以做这一笔反弹。如果说只是一个很弱的反弹，连这个小高点都不能够突破的话，你就赶紧跑，因为它还要再下来。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力度往上走。看一下日线上最后这点 K 线，就是最后这段，从这个价格47.09，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些的日线的这个均线，回落不够，这里回落够一笔，然后这里有个一个中枢，但是这个中枢是基本上两个价格相等的。那么这里是有过一个，所以说我们可以把中枢画在这里，就日线上的中枢在这里。如果说以这个起涨点47.09来分析的话，就前面这些全是进入段，全部都是进入段，然后这样做中枢开始这个在这里震，对吧？你看它就是顶在这儿了，是不是这个开始受阻了？当然也有这个均线在这里，看裸 K。均线在这里，就是在日线上基本上就能操作了嘛。现在日线上偏弱，日线上还是有点偏弱。如果说它是只是一个反向的这个，我们可以看这里是有一个反向中枢，然后三下来了，只是反弹。如果说回不到这里面的话，还是日线上小三脉，它可以再下来，对吧？就是如果有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可以稍微减一点，因为也有顶分型了，这反弹也够一笔了，又顶到120天了，对吧？它应该是财报的原因出现一个暴跌，这是当天跌了18%。说如果有的话，先慢一点，减一点，等待它出现一个背驰，盘整背驰，也就是说最后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前面这里我们把它重新划分，就是说你结合了上一个周期和本周期，那么我们从哪里分开呢？从这个位置断开。从85.27，现在主要关注它这个下落，现在下落还没结束，看到了吗？这个反弹没回去，所以说现在这个力度也没看到，而且它这个内部3个小 K 线，3个小 K 线，可能再往上突一突，这个大缺口，如果说堵不上的话，只要回不去都是三脉。那我的建议是先减一点，然后等待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可以再进。如果说真的是快速杀下来，那你就要再等，对吧？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不能够预测，但是出现了这种已经开始出现乏力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做一点减仓动作。好的，这是这个 MRVL，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还有几分钟时间。这个丽丽朋友问 RGTI， 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量子计算那个？我们看一下，我们也分析过它的周期。哈，这个周线的2-300大重合，这个300啊，周线的大300，这是波澜壮阔，对吧？不知道你跟踪没跟踪这个，然后能不能够抓到上面有一个大底，然后给了一个周线大300，有没有抓到这个大300？
然后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所以说做出来第二个中枢了。这里做出来周线的第二个中枢。虽然说它的最低点在这里，这个是相对的这个次低点，对吧？但是呢，这就是毛刺儿，这就是毛刺儿。所以说你第一笔就画到这里。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位置是不敢买的，在当下，那回到这里的时候肯定该买，因为它的小周期上是有结构的呀，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为什么说这个位置是3买，而不是说这里，因为它这个其实就是一根毛刺儿，这种情况就直接到这里是3买。那么现在回落的话也够一笔了，然后现在又开始离开，就是针对第二个中枢了嘛，也是大 B 中枢开始往上走。那么你关注重点就是这个起涨点10.3。那么日线就是我们高量的，把这个断开，我只看10.3右边这些，一个很清晰的中枢，对吧？一个中枢可以两种画法，一种画的是怎么呢？这个回落不够笔，所以说只能是这么画。如果说前面那个中枢够一笔的话，我刚才说这个位置现在不够一笔，如果说够一笔的话，那中枢需要画在这里，那这里的这个回落的话就是3买，但是前面这个并不构成回落一笔，所以说是一笔到这里，然后开始震，对吧？那么现在针对这个小中枢又开始走小 B 段，也就是说这是它的起涨点，走这个的小 B 段。那么现在明显是一个很强的状态，你每次你看多了图形，你发现都差不多，看到没？这个就是这个零轴起来开始往上飞的，对吧？所以说回到零轴上面附近的时候，你如果说一直盯着这个片的话，千万注意，一旦启动就应该，要么是你一直在这里做这个中枢震荡，那这个位置你肯定要是买呀，对吧？因为中枢震荡嘛。上方减仓，下方加仓，什么时候减，什么时候加，力度衰竭的时候减，力度衰竭的时候加，力度没衰竭你就继续拿嘛。所以说不是说任意的位置都要减，都要加，而是你需要跟踪它的内部的结构，发现衰竭，发现背驰的时候你才进，因为只有背驰了才说明这个做空的动能没了。但是呢，你还要等什么？还要等这个多头的动能出来。就是它的小周期上，我们可以简单的利用最后的2分钟时间，把这个说的稍微细一点。我们看一下怎么能够买在这个14.47附近。我们把这个不同的颜色给它这个就是把这一笔回落的14.47这个位置怎么能够进得去，对吧？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1小时3段，看1小时3段，看到没有？然后出现3段的时候，这个位置你还是不能进，但是你需要更这个我们换一个颜色，然后我们需要看这一段的小周期，15分钟上有没有结构？哎，15分钟又有结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15分钟又有结构，然后又有一段，我们再把它画出来，我们再变一个颜色，然后再看它的小周期。现在已经到5分钟上了，我们可以在1分钟上抓住它，看到没有？现在5分钟上也是一笔，但是1分钟上肯定是3段，甚至是5段。看最后这段，这是1分钟。现在我们看的是1分钟，一笔上下上，又是一个5浪，或者说带一个中枢。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它的这个反弹的，应该是碰到了。然后又有一段，那么到了这个位置，你就能抓在这。你用层层嵌套，用曲线套，你能买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所有的周期往下，用这个显微镜越来越大之后，你会发现，我用曲线套，我能抓到这个位置，或者说抓到2买这儿，可能1买这里你可能买的不够多的，2买这个位置肯定要进场啊，因为所有的嵌套都是最后一段，所以我可以买在14.5块到16块之间。你的精确程度就能精确到这儿，所以缠论是最好的抓叫什么抄底摸顶的一个理论，就是它最好的跟踪理论。你能够利用曲线套，能够定位到1分钟上，甚至是那个秒级别。如果说你的图形上能够看到秒级别的话，所以说我用这个 RGTI 这么一个例子，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
你首先要那个手里的票不能太多，对吧？你如果说手里票太多的话，你根本看不过来呀，你根本看不过来的。那么一个票最多3只，如果说手里的资金，禅师之前建议是100万，但是他说的是人民币，如果说按照美元的话，可能就是20万美元。你如果说低于20万，你就最多拿3只股票，但是呢，不是让你重仓去一个你不熟悉的票，而是你经过全面了解了，市场关注度也非常高，基本面也没有太大问题，那我就可以用这20万只操作3只，晓得吧？所以不是说让你去拿20万去买一个，这个小烂股票，基本面很差的，没人关注的，然后我砸进去了，那是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一定是精选个股。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